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结婚多年，丈夫逼我跟他实行恋爱制，轮到他大事小事都算得一清二楚，轮到我他却十分双标，我失望至极，寒了心。他车祸住院，我美滋滋去旅游，气得他当场晕倒。儿子的话更是让他崩溃万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这个月的物业费和水电怎么没交？丈夫汪顺一大早不上班，在家里大吼大叫，周末好不容易能睡个懒觉，就这么被他破坏了。我打了个哈欠，昨天工作太忙忘记了，一会你吃完早饭下去补交一下吧。汪顺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，那怎么行？我可没钱。我有些疑惑，你这个月不是才发工资，怎么这么快就没钱了？儿子可马上要交学费了，到时候又是一大笔花销。汪顺摸了摸鼻子，我工资都用来给他上补习班了，我哪还有钱？儿子学费跟物业水电不是该你出吗？补习班也用不了这么多呀，不可能连水电都交不起吧？你把钱用哪儿去了？我不太相信他这套说辞。汪顺有些心虚，语气弱了几分。你工资本来就比我高，多出一点也没什么吧？我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你咋还那么斤斤计较？我气不打一处来。当初逼我跟你约制的是你，现在要我多出的也是你，还真是什么便宜都让你占了。丈夫有困难，做妻子的理应帮忙，没钱就是没钱。难道你要我去偷去抢你就开心了？起得早，肚子有些饿了。我按按额头妥协，行，一会我会下去交，我饿了，今天该你做饭了。汪顺听了，立马抱着头倒在沙发上。我没睡好，身体不舒服，我做不了。钱你不出，家务你也不想干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之前说好了一人干1天家务，他现在耍起赖皮了。汪顺双手交叠垫在后脑勺上，翘着脚的样子完全看不出来哪里不舒服，分明是在找借口，说不做就是不做，大不了你我就这么饿着，看看谁怕谁。儿子也被吵醒了，揉着眼睛走出来，爸妈，今天早上吃什么呀？汪顺立马来了精神，儿子，你也长大了，是时候给爸尽孝道。爸还没吃过你做的饭呢，快去做来给爸爸尝尝。儿子周末得去上补习班，再耽搁一会就没有时间了。他从来没下过厨，这时候还做什么饭呢？我系上围裙去厨房做了3碗汤面，儿子端去了2碗。汪顺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，像个大爷。我没好气，把碗放在他面前，他3下5除2吃完面，撂了筷子，也没说拿去厨房。我去送儿子，你在家把碗洗了。平时他做饭我一定会洗碗，轮到他就百般推脱。记得刚结婚时，他就跟我提出要恋爱了。老婆，你也知道我的事业现在才刚刚起步，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，要不以后我们AA制吧，这样谁也不会吃亏，你说好不好？汪顺坐在床边，握着我的手，我十分诧异，当场拒绝了。你说什么呢，老公？我们夫妻之间怎么能算得这么清楚？那成什么了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他当即变了脸色。夫妻本该同船渡，我只是让你为我们这个家做一点贡献而已，你就已经不愿意了。看来这个家也没有维持下去的必要了。如果你不同意，那我们就离婚。汪顺这么逼我，我只好妥协了。谁知这一忍就是那么多年。我怀着儿子在产房里生产的时候，又有谁来跟我分担痛苦呢？正想着，汪顺提着水果回来，我拿了个桃子削皮啃了一口。这个桃子原本算下来要3块2毛，给你抹个零，你转我3块就行。
汪顺按着手机上的计算器，一本正经：“我不可置信，汪顺，吃个水果这么几块钱，你也要跟我算得这么清楚？”汪顺正色道：“那当然了，我还没跟你算跑路费、油费啥的呢。”真是感觉手上的桃子顿时没刚才那么甜了。我咬了一口，味同嚼蜡。还没等我吃完，汪顺递过来他的收款码：“扫这里吧。”几块钱还磨磨蹭蹭的要人催。我撇了撇嘴，一阵无语。我还没洗手，吃完了再转你。他抢过我手里的桃子，扔进了垃圾桶。我看你就是想赖账吧，那就别吃了。汪顺，你有必要这样吗？等几分钟又不会怎么样。我有些恼火。汪顺指指垃圾桶里的桃子，一脸认真道：“桃子你已经吃了好几口了，转我1.5块不过分吧？”我瞪大了眼，目极反笑：“行啊，汪顺，你是真行啊！”我算是开了眼了。我也没擦手，解开手机就扫给他了。汪顺心满意足坐下：“这还差不多，早给不就好了吗？哪儿还会有那么多事？”晚上我们一起去接儿子放学，儿子上了车，过了半天脸上还是红彤彤的，像是晒伤了。你脸上是怎么回事？晒这么严重？不会是你上课偷跑出来了吧？我问道。儿子看了眼汪顺，爸中午说有事都没送我，我又害怕迟到，只好自己跑过去，然后脸就变成这样了。妈，你别担心，我是男孩，没事的。看儿子这么懂事，我心里的火气更旺了，质问汪顺：“你中午说去送儿子，又没有送，你去哪儿了？有什么急事能让你连亲儿子都不管的？”汪顺有些心虚，狠狠拍了下儿子的头：“死小子，怎么这么多嘴？老子养你就是让你这么说话的。”儿子捂着头不敢还嘴：“我去买水果了。”还能去哪儿？这种拙劣的借口也是亏他想得出来。我让汪顺在路边停车买了晒伤药，拉过儿子，把药膏抹在他脸上。儿子咬着牙忍耐，痛也不说的样子，看得我一阵心疼。儿子，晚上你想吃什么？今天我们去外面吃，想吃烧烤。儿子咧嘴笑得高兴，汪顺却不乐意了，就知道吃。酒囊饭袋，老子天天花这么多钱给你上补习班，到时候你要是考不好，看老子不打死你！我瞪他一眼，少说2句。他平时压力已经够多了。前面的车开得有些慢，汪顺焦躁地狂按喇叭。他压力大，我压力难道就小啊？我还要养活你们一大家子人呢！妈的，前面这人到底会不会开车？我们到了烧烤店，我点了些儿子爱吃的。汪顺嘴上不乐意来，点餐可完全没客气，点的都是贵的海鲜类。菜刚上齐，汪顺就狼吞虎咽起来。我跟儿子还没吃几口，菜就被他吃干净了。我找来服务员想加几个菜，被他拦住。我吃饱了，你还点什么呢？浪费粮食还是浪费钱啊？你是吃饱了，我跟儿子还没吃饱呢。我厉声道。服务员看着我俩也是不知所措。汪顺掏出手机结账，不用加菜。儿子戳着空空的碗底，意兴阑珊。回到家，汪顺又拿起手机计算器按来按去。你吃了1个螃蟹，那小子吃了几只虾，咱们这次就不算得这么清楚了。饭钱就 AA 吧，儿子那份你出，还有他的药钱也得，还是抹个0，你转我257就行。提起这个感觉，饿着的肚子都被他气饱了。我跟儿子才吃了几口，你也好意思这么算？你还真是每一笔账都不让自己吃亏呀！儿子的脸因为你晒成这样，你这当爸的买个药也有脸找我要钱，这次我还真就不给了。汪顺气急败坏，什么叫不让自己吃亏呀？这本来就是很公平的好吧？我给你们当了这么久的司机，我收你们工资了吗？
收你们邮费了吗？他从烟盒拿出一根烟点上，吸了几口，对着我吐出白烟。你还吸了我的烟呢，我看你还得给我把烟钱来了。我挥手拍掉他的烟，我看你是丧心病狂，想钱想疯了吧？汪顺反手一巴掌打在我脸上，娘的死女人，拨烟钱就算了，还敢掐我的烟，找打呀你！儿子看我被打，冲过来护着我。我看着汪顺冷冷地说：汪顺，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看上了你？我真是后悔。汪顺眼里迸发出滔天的怒火，抬脚使劲踹了我几个窝心脚。你说啥呢？要不是嫁给我，你能住这么好的房子吗？你也不想想。说着做事还想踢，儿子抱住了他的脚，不肯松手。他哼了一声，对儿子开始拳打脚踢。儿子坚毅的脸上没有丝毫退缩，喊道：没事妈，有我在，你别怕。儿子真的长大了，知道保护我了。我感动得泪流满面。我朝着汪顺吼道：别打了，钱我转给你。汪顺这才停手，他拍拍手掌，歪嘴一笑：一个个的长本事了，还敢顶撞老子，现在知道错了吧？随后一脚把地上的烟蒂踢出老远，威胁道：烟钱5块，一起转过来，10项点。这场闹剧就这么结束了。这几天汪顺去别的城市出差了，只留我跟儿子在家。手机那头传来他发的消息，酒店费是375，吃饭花了200多，转100就行，合计475。这简直啼笑皆非。我回他：你出差也要我给你钱？少废话，出差还不是为了这个家赚钱？我懒得跟他废话，把钱赚了过去，但我怕他诓我，留了个心眼，查到了他住的那个酒店前台的电话。你好，住在302号房的是我老公，他现在手机没电了，让我帮他退房。原本只是想确认他到底是不是住在这个酒店，却没想到意外发现了更惊人的秘密，让我咬牙切齿。您好，女士，您本人在房里，方便的话，麻烦您拿房卡到前台办理手续哦。他房里竟然有女人，302号房的人是叫汪顺吧？我来的时候没看清，怕说错了，我故意诈他。是的，女士，就是这个名字。好啊，汪顺，在外面找女人就算了，连开房的酒店钱都要找我，你可真是厚颜无耻。我咬着牙挂断了电话。我就说他怎么天天叫穷，原来钱都花在了别人身上，心里有一肚子的苦，想找人哭诉。但儿子马上就要考试了，这件事肯定不能让他知道。于是我给朋友程雨萌打去电话。我跟他是高中同学，每天都形影不离，但大学不在一个地方，毕业后各自结了婚，只有短信往来，很少见面。电话很快接通，怎么想着给我打电话了？大忙人，本来害怕彼此会生疏，他一张嘴就把我拉回了高中那个时候。那时候我沉默寡言，话比较少，他跟我相反，离经叛道，鬼点子很多，每次说话都特别逗人开心。多年未见，他还是老样子。我扑哧一笑，这不是想你了吗？要不我们约个地方见一面，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方便啊？你终于肯联系我了，我早就想约你了，但又怕你没空。我现在就有时间，看他这么爽快，我放下心来。我们约好去他家坐坐，他家是市中心的大平层。程雨萌早早在门口迎接我了，一见我就兴奋地拉住了我的手。她穿着个小套装，比以前更漂亮了，脸上看不出岁月的痕迹，完全不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。我环顾四周，房子的装修低调又不失奢华，敏静，可算是把你盼来了。我苦笑道：是啊，雨萌，咱们姐妹可真是好久没见了。你看着真是年轻，哪儿像我，黄脸婆一个。
程雨萌微微皱眉，眼神关切。敏静，这么久没见，你怎么变这么憔悴了？我叹了口气，你不知道，我又要工作，又要照顾孩子，还得做家务，哪有时间打扮自己？寒暄了几句，程雨萌拉我坐下，拿来一碗燕窝。这燕窝我吃了很久，美容养颜特别有效，快试试。你接着说，我听着呢。见他并不厌烦，我心里一暖，大吐苦水，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程雨萌。现在能让我诉苦的也只有他了。程雨萌轻拍桌子，愤懑道：“你那老公搞什么 AA 制，真是闻所未闻。男女本身就不能完全讲究平等，自古就是我们女人生孩子，男人来赚钱养家。他这算盘珠子都打你脸上来了。”我无助道：“而且他今天不是出差去了吗？我还发现他酒店房间有个女人。雨萌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总不能离婚吧？我们还有儿子呢。”程雨萌思忖片刻道：“当然不能离婚了，那岂不是便宜那对狗男女了？这样，你回去问问那女人的事，探探她的口风，看她怎么说，再静观其变。行，我就按你说的做。”我点点头，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我俩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，手拉手聊了很久，直到她老公下班回来。她老公手里提着一大包菜，跟我打了个招呼，看着就是个随和人。老婆，我买了菜，你看看还有没有缺什么的？差不多了，我来做饭，你给我打下手。程雨萌接过菜看了眼，看见这一幕，我不禁有些羡慕。汪顺平时只会使唤人，买菜这些他是从来不插手的，更别说摘菜了。程雨萌夫妻说要留我吃饭，我哪里好意思，说还要接儿子，就连忙回家了。接完儿子回到家，才发现手机弹出好几条消息，都是汪顺发的。他发来好几张风景图，是他出差那个地方的热门景点，那些地方他几乎玩遍了，真是会享受。还有一张照片，露出一只明显是女人的手，我忍住好奇，回了句很漂亮。他很快秒回，这些地方路费和门票都不便宜，当然漂亮了。说完又发来几个视频，每个视频都是跟风景或标志性建筑的合影，无一例外的都有他毕业的那张脸，水印一样的存在。我刚算了下，你得转我459，这次我还是给你抹零了，够意思吧？我反驳道，这些地方我又没有去，凭什么还要跟你？你有点太离谱了吧？娘的照片视频你都看完了，不是跟去了一样？现在说这些，快给老子转过来，别让我说第二遍。我压抑着怒火，思来想去，还是把钱转给他了。儿子在一旁变了脸色，不解道：“妈，你干嘛还转钱给他？他这样的人。”我不想让汪顺的事影响到他，开口打断：“这件事你别管，回房写作业去。”过几天，汪顺出差回来了，满面春光，神采奕奕地走进门，之前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。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但还是不愿相信那个最坏的结果。跟汪顺结婚这么多年，没有爱情，也还有亲情在，我不想闹得太难堪。我接过他的公文包，装作不经意问道：“这次跟你一起同行的是不是还有女同事？”汪顺神色自若：“什么女同事？没有啊，老板器重我，就派了我一个人。那你房间里怎么会出现个女人？她是谁？”我追问着。汪顺神情变得不太自然：“你问题怎么这么多？什么女人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别装了，酒店的人已经告诉我了，你敢做还不敢说吗？”我继续炸他。他解开手表摔在桌面上：“那是我客户不行吗？我跟客户谈生意还要跟你报备啊？你是闲得没事做了吧？管这么宽？
得到了想要的答案。我住了嘴不再问，放下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。我如释重负，高兴地做了一大桌子丰盛的菜。儿子看到后惊喜道：哇，今天这是有什么大好事啊？这么多好吃的。我微笑道：是啊，今天有大喜事。快坐下尝尝。汪顺叼着烟，十分鄙夷：你妈发神经，你管她的，吃就完了呗。今天做的菜很合他们的口味，看吃的差不多了。我收拾碗筷，准备洗碗，想到汪顺出差也辛苦了，打算让他好好休息。汪顺吃饱喝足，摸着大肚子，拿牙签剔着牙：喂，今天这饭可是你自己要做的，我可没让你做，菜钱我就不爱了呀。我失笑，他原来在想这个，我都没打算找他要，你放宽心好了，我没打算找你要，算你有觉悟。汪顺自得道。他手机响了一声，看了眼说：晚上还有应酬，我就不回来了。我没疑心，等他走后，给程雨萌打去电话报喜。雨萌，我问过他了，他说那女人是他的客户，是我多心了。太好了，我欣喜说道。程雨萌语气却有些凝重：你确定吗，敏静？也许他骗了你。刚才我路过酒店门口，看见一个男的挽着个女人进去了。我记得你给我看过你俩的结婚照，那男人跟他很像。他现在在不在家？他的话仿佛晴天霹雳，我许久没缓过神来，声音嘶哑：他现在没在家，而且刚好出去不久。程雨萌注意到我的情绪有些低落，安慰道：没事的，敏静，你先不要多想，这样，你先来酒店找我，我们一起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好，我答应下来，收拾一下出了门。走在路上，有些心不在焉，直到来到酒店门口，我也恍然不觉。程雨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没事吧，敏静？我摇了摇头：走吧，进去看看。我们找前台问房间号，那个前台说是客户隐私，硬是不告诉我们。程雨萌看四下无人，从钱包拿了一沓钱塞给他。这件事只会有我们3个人知道，你放心，保证不会牵连到你。前台迟疑了一下，没再挣扎，给了我们备用房卡。人情世故这种事，程雨萌比我在行，有他这种朋友真的很好。我们对视一眼，往房间走去。到门口时，我有点犹豫，竟然不敢打开那扇门。程雨萌握住我的手，打开了房门。映入眼帘的2个人浑身赤裸，在做什么很明显。我已经不能再自欺欺人了。我眼睛有些模糊，眼泪在眼眶打转，质问道：这就是你说的有应酬吗？汪顺，这么多年的婚姻走到如今，竟是满目疮痍，我失望至极。汪顺惊愕片刻，应该是没想到我能找到这儿来，拿起睡袍穿上，恢复了面无表情。可以呀，赵敏静，你学聪明了，不过我这都是为了工作呀，你又不懂，告诉你这么多干什么？我笑了下，什么工作需要到床上来谈的？你也找点合理的借口吧。汪顺恼羞成怒，甩给我一巴掌：该死的，都说了你不懂，我还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家，你别在这坏我的好事。汪顺，你真是厚颜无耻，那女人穿上衣服打量着我，你就是他老婆呀，怪不得他老是来找我，看你这样就很好理解了。说着还挑衅地在汪顺脸上亲了一口。汪顺笑着跟他打情骂俏，我气得说不出话，浑身颤抖。程雨萌看事态有些控制不住，拉着我走了。出来后，程雨萌担忧地望着我：敏静，别伤心，这样的人不要也罢，为他伤心不值得。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，没想到他做得这么绝，连一点夫妻情分都不顾。他可以不在乎我，可我们还有儿子啊！哎，他迟早要知道的。我该怎么办？离婚吗？
程雨萌眼睛一亮，我有个主意，说不定可以试试。汪顺知道我管不住他，越发肆无忌惮，整日整夜不着家。我告诉程雨萌，程雨萌说：“哼，他得意不了多久了。”儿子也发现了端倪，问我妈：“爸又出差了吗？都已经很多天没回来了。”我拉过他的手，坐在沙发上。儿子，如果有一天我跟你爸你只能选一个，你会选谁？儿子斩钉截铁回答：“那还用问？当然选你了。”我的儿子果然没白疼，还是知道是非的。爸平时就知道打我骂我，还是妈爱我。不过你们是不是吵架了？儿子不解道。我点点头。你爸他出轨了，本来打算瞒着不告诉你，但我想你也长大了，有些事到了该接受的时候。儿子坚定不移道：“妈，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。你放心，我会站在你这边的。”我摸了摸他的头，一阵欣慰。汪顺接了个大客户，这个客户手里有不少资源。汪顺听说他很喜欢追求刺激，喜欢飙车，为了投其所好搞定他，学着他飙起车来。长期以往，自己也爱上了飙车的感觉。当时坐他车上时，他开得飞快，差点跟前面的车子撞上。我骂道：“你疯了吗？”他却毫不在意，还说：“你不懂。”飞驰在马路上，那感觉就像是回到了年轻的时候，刺激得很。然而没过多久，意外就发生了。他在路上跟一辆大货车相撞，出了车祸。当时我还在程雨萌家里，听到这个消息，险些笑掉大牙。我没敢去医院。汪顺的三大姑八大婆急了，一个个打来电话，轮番指责我：“你怎么这么没良心？顺子都这样了，也不来医院看看，他怎么有你这么个老婆？真是倒了血霉了！你就什么也不管吗？恶毒的女人！顺子真是错付了。”这样的指责数不胜数，我烦得不行，直接把手机关机了，才得以清静。我正在房里午睡，门口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。打开门一看，是公公婆婆来了。我请他二老坐下，倒了2杯茶。你为什么现在才开门？公公质问道。我在午睡，才听见。婆婆看我若无其事的模样，忍不住了，端起杯子就泼在我脸上。毒妇！我儿子怎么娶了你这样的女人？他出车祸了，看都不来医院看一眼。你这个丧良心的贱人！他待你不薄，你就这么对他？说着还准备对我动手，被我一把擒住。待我不薄？你儿子这些年跟我一直都是 AA 制，从来都只有他占便宜的份。要不你问问他，到底谁待谁不薄？婆婆顿住了，公公也有些吃惊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有这回事？”我一把甩开婆婆的手。不仅有呢，你们不知道的还有更多。你的好儿子早就出轨了，如果你再来打扰我的话，孙子你们也不用见了。二老看我提到他们的宝贝孙子，不敢再造次，灰溜溜地走了。我订了去三亚的机票后，跟儿子一起来到医院。那女人正照顾着汪顺，一口口给他喂饭。汪顺被烫到，狠狠打了他一巴掌：“蠢东西，喂个饭都不会！”女人捂着脸骂他：“好啊，汪顺，你好得很，我好心照顾你，不嫌弃你，你竟然还打我！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老娘不伺候了，滚吧你！”女人提着包扬长而去。汪顺啐了一口：“妈的，谁稀罕？”看着他两人狗咬狗，我笑出了声。汪顺看到了我，祈求道：“老婆，你终于来看我了。他们都说你狠心，我就知道你是不会抛下我的。”他指了指没吃完的饭菜：“我饿了，老婆，快来喂我。”都这样了，还能理直气壮使唤我，他真是一点没变。我夹着机票拍在他脸上：“真是不巧了，我马上就要飞去三亚了。这次是特意来看你现在这副惨样子的，
看你还能好好的跟我说话，应该就是没事了。回见，老婆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捂嘴轻笑，不对，可能等我回来已经见不到你了，那就拜拜吧。对了，那个大客户其实是我故意找来的。我凑到他耳边说了最后一句话，我夹着机票朝他挥了挥手，转身离去。他攥住儿子，仿佛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儿子，你妈她没良心，看我出了事，立马就抛弃了我，爸只能靠你了，以后换你来照顾我。儿子冷眼看着这一切，甩下一句话：现在承认我是你儿子了吗？爸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根本就不配当父亲，而且我还要上学。至于你，就在这里自生自灭吧。那之后的事，我是听程雨萌说的。据说汪顺气的当场晕厥过去，一睡不起，成了植物人。清醒过来的机会渺茫的可以算是没有。我吹着三亚的海风，哈哈大笑。这一切不过是他罪有应得。点击关注此账号，可阅读更多精彩内容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，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